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私营企业的就业岗位创下2年半来的最大降幅，主要原因就是小企业的岗位流失。12月美联储降息的这个棺材板上又被加了一枚钉子，但似乎剧情又没那么简单。日本央行疯狂的暗示，我们可能大概没准要加息了。如此一来，美国降息，日本加息，相当于美元变便宜了，日元变贵了，真的会引发所谓的金融核弹吗？造成全球热钱涌向日本，反而抽走释放出的流动性来？这种反向操作在历史上非常少见。那造成这个局面的最主要的变量就是我国制造业的异军突起。随着反内卷 2.0 的效果显现，现在我国制造业正强势成为全球公认的最有投资潜力和投资价值的标的。这流动性美国它憋不住了，却也不想肥水流了我们家的田的意思明明白白。但是今天的日本正在被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活剐呢。除了政治地缘上的因素，流动性对于地缘安全的敏感度影响未必不是我们的考量因素之一。我们这边临近年末， A 股这1个半月确实磨人，但是 A 股科技赛道却不断的迎来增量的资金。只是11月21日以来就已经有了49只科创类 ETF 的密集上报。这类 ETF 产品聚焦半导体、机器人、芯片等热门领域。今天国产 GPU 的龙头也开始交易了。后面的剧情到底是走向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始，新兴市场迎来资金回流，还是流动性被日本抽走，镜花水月让我们空欢喜？现在就是做出选择和判断的重要的机遇期了。大 A 的短期调整已经接近1个半月，年底重磅会议也即将召开，市场是否会迎来转机呢？那是再次复刻落袋为安的年底行情，还是走出新的历史转折？重大信号都包含在近期的各方面的信号之中。假如美联储真降息，对你我有什么影响呢？美股是接着高歌猛进，还是如空头所预言一样迎来海啸般的崩溃？降息是意味着企业借钱成本降低，盈利预期提升，科技再度领跑，还是市场已经交易了预期来个利好出尽呢？黄金的逆袭时刻是否到来？美元走弱，黄金作为避险资产还有没有空间迎来新一轮的上涨？日本加息是套利的机会，还是奉旨自爆？人民币会不会升值？以及那个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大 A 还得调整多久？节奏到底在哪里？周五晚上8点直播间，我们从最底层的逻辑和最新的政策信号来一一拆解。大家预约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啊！出差在路上都急着把这篇赶出来，就是为了能让大家不错过这个时间啊！大家自己预约一下吧，我们明天见。